川普他推出的一个争议法案——大而美法案，昨天在美国的参议院表决，以51比50闯关成功了哦。最后这51票是范斯投下关键的同意票。那接下来会送到众议院进行表决，如果众议院也投票通过，就会由总统川普来签字，成为正式的法令。那大家知道呢，大而美法案呢，其实争议性很高。不过川普对他自己很有信心，他说这项法案将会大幅减少联邦的赤字，并且迈向崭新的美国黄金时代啊。可是呢，很多人担心这个预算增加，赤字会失控。现在呢，美国政府的债务已经高达了36.2兆美元，而且这个法案将在未来10年之内再多增加大概3.8兆美元的债务哦，所以那个时候美国的 GDP 的124%的债务可能会把美国压到什么程度呢？很多人会非常的担心，其中有一个人马斯克他就非常的反对，那也因为这个法案，后来他跟川普反目成仇了哦。我们先来看看，像是健保系统也会面临大变革，可能有一些人他的医疗补助的机会会失去哦。那另外呢，这个我刚刚说的马斯克他就是一直不断的这个骂这个川普说美国的政党是猪八戒党他说大而美法案很疯狂啊。庞大的支出让他为政府撙节下来的成果通通白费。其实他费了九牛二虎，这个撙节下来的这些所谓的经费预算呢也不多这个联邦政府又大手大脚的把它给花掉了所以他就很大声的这个疾呼说，美国人生活在一党制的国家是猪八戒党The Porky Big Party 所以他说我要组一个新的政党所以网络上很多人也预测说马斯克可能这个创建新政党这件事情几率越来越高了，可能会有41%的机会网络上很多人都在看。那另外呢，川普直接骂马斯克说，如果没有我美国人的补助你以为你的电动车会很强吗？没有你早就滚回你南非的老家了。两个人看起来真的完完全全撕破脸了。我们看到川普威胁要把马斯克逐出美国，这个可能性有多高啊？我们先来看看马斯克他的背景，他是1971年在南非出生，父亲是南非人，妈妈是加拿大人。后来他自己也拿到了加拿大国籍。那他成年之后在加拿大还有在美国念书嘛，在史丹佛大学的博士班辍学之后从商。他在2002年有美国籍，他现在是一个美国公民而且他主要的居住地也在美国所以法院在没有正式撤销国籍的情况下，川普怎么可能直接说把他驱逐就把他驱逐，除非他犯了什么样的严重的法令。那另外呢，这一出所谓的分手擂台大戏可能是世界级的全球都在看，包括对岸当然也很密切的关注这一台戏。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川普出席一个恶魔岛的启用仪式，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是在佛罗里达州国家公园的大沼泽地这个地方，他们盖了一个非法移民的拘留中心叫鳄鱼恶魔岛，感觉很可怕周围全部都是沼泽红树林而且大家知道佛罗里达州这边有很多很多的鳄鱼、蟒蛇，尤其是沼泽地所以呢，他们说这样会让这些非法移民要逃跑的几率呢就降低很多那我们看到这个川普到这里启用的时候，还建议移民遇到鳄鱼你不要跑直线。这个感觉上有一点在开玩笑吧那另外我们看到呢，川普还说了一个事情他指责一个人叫曼达尼这一位纽约州的众议员最近大出风头，因为他赢得民主党纽约市长的初选他只有33岁，他是出生在乌干达，爸爸妈妈都是印度裔，他2018年才成为美国公民，这一次已经这个成为所谓民主党在纽约市长初选的人选了，而且他公开支持巴勒斯坦人这个在比较开放自由的这个纽约，很多人是支持他的。那川普当然不开心他觉得说出这么大的风头，所以他说你这个人你可能非法入境我们会全面调查你在理想的情况下，他最后会被证明没那么共产，但现在他就是共产主义者。直接给人家抹红
川普所谓的大而美的法案其实很有争议了，连他的自己的所属的政党啊，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议员，他们也都觉得这个法案太有争议了，很危险。那有些议员干脆就是说，好，那我就不再选连任了，我用我这一生我就投反对票，所以最终是50对50，然后逼的这个副总统，因为一般来讲，副总统他是兼这个参议院的院长，可是他通常副总统是很少会动用他的否决权，或者是动用他的投票权啊。一般来讲，很少会这样做。那没办法了，因为现在是50对50，而川普是一定要把这个法案通过，所以范斯就动用了他的投票权，那当然就通过了。现在对马斯克来讲，他觉得他是不但被背叛，他是被出卖，甚至他觉得他是被设了一个套啊，是挖了一个坑跳进去。为什么？因为当初他们在竞选的期间的时候，川普就跟他谈，因为他一直在谈到美国的债务危机的问题。坦白说，美国的大企业他们最怕的就是美国的债务危机，因为他们都知道，如果美元崩跌，美国的信用破产，美国的债务危机发生，他们的这些大企业的损失才是真正的巨大。其他的你说汇率高高低低，然后呢，关税或者是说你的有时候这个产品卖得好，有时候卖不好，其实那个东西都可以挽救。他们最怕的就是美元崩了，因为他们大部分的资产都是美元。如果美国真的是崩解了，或者是它的债务，或者是美元它的霸权地位崩解的话，其实这些大公司他们才是真正的伤到根本。所以他们都很清楚知道，就是不能够让美国的债务崩溃这个观念。那对于马斯克来讲的话，他觉得川普也很愿意，也表达得很有诚意，说要删减预算，要控管，因为拜登实在是花太多钱了。对，好，美国历届总统都在处理美国的债务，那川普刚开始装的也好像真的是要处理，所以成立一个 Doge， 然后呢由马斯克来操盘，结果马斯克后来真正的感觉到他被背叛，是因为坏人都由他来干，砍人都由他来做，但是等到他砍完了以后，他惹得满身腥了以后，他被逼下台。原来川普的最大的东西在后面，为什么？他被弄下台了以后，他的大而美的法案就出来了。这个时候，马斯克真的感受到他被出卖了，他被利用，所以他不断的去跟这个川普，刚开始是据理力争，后来甚至吵架。然后到最后这个被迫他要直接公开对抗，然后川普在威胁他，两个人在越演越烈的时候，你看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到最后通过了。这个通过，坦白说，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很多人会认为说，弱势团体可能会有1000多万人会失去医疗的保障。失去这医疗保障，这意味着就是说，美国这个社会会变成一个有点像地狱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你想啊。我们台湾才2300万人，如果你有1600万人左右，他没有医疗保障，他没有办法得到好的就医，而活活的病死。各位想想，我们才2300万人，如果有1000多万人在台湾活活的病死，你会怎么看这个地方？那你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如果有1000多万人，他因为没有钱去看医生，也没有能力去看医生。然后，即使他是外来移民，或者是美国的公民，可是在底层的人，他活活的就这样病死了。那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坦白说，就显得太残忍了。因为我们再怎么样都应该还有社会救济嘛。那还有就是他要借这么多的钱，要举债这么的多。现在大家对美元已经越来越不信任了，然后对美债也越来越不信任了。所以我们看到美债的殖利率一直在攀高嘛，因为大家不信任它，不想买，所以你变成你的殖利率要越来越高才能够卖得动。那你美国政府是不是就负债越来越高？你到时候你这个利息怎么还？你一旦财政崩溃以后，你的美元就崩跌，那你想想看，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国家？来，彬哥，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旁观者清哦，全世界的人都看衰马斯克跟川普的交情，结果。他们两个就是尤其马斯克这么聪明的人，好像看不穿这一点，结果现在就演变成现在这么糟糕的一个情况。那当然，马斯克毕竟是企业家，民不与官斗。他跟川普斗的话，如果川普真的发狠，
马斯克是会吃不了兜着走，因为毕竟他的 SpaceX 也好，跟这个特斯拉也好，其实跟美国政府之间关系都很密切。如果美国政府真的对他下狠手，那马斯克一定会重伤。可是问题来了，美国政府就不会受伤吗？川普自己也会受伤，对不对？而且川普其实如果在这个时候去对马斯克下狠手，他只是帮自己增加更多的敌人，而且对自己完全其实得不到多少好处，只是泄愤而已，而且会更加制造他自己的麻烦。实际上，现在看起来这个大而美法案是有机会过关的。那可是问题是，真的过关了之后，真的会像川普讲的一样，是迎接美国的黄金时代吗？恐怕未必见得吧，恐怕会制造美国的大混乱时代了。所以我觉得会有这么多人对这个法案感到非常忧虑，这恐怕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川普如果硬要这样硬干，如果美国是一个还在他体质良好的时代，他这样搞也许可以。可是美国现在体质已经很衰弱，再加上他又在跟全世界开战，然后在这种内忧外患的状况下，你去进行这么样强力的这样的一个法案，我觉得到最后恐怕会让美国自己产生更大的问题。恐怕这个不是能够随随便便就这样终止解决的。那至于说这个川普哦，他很喜欢把一些民间乱七八糟的想法到处公然的讲，跟我们的赖清德差不多。大家记不记得在那个 COVID-19 的时候，他就到处在乱讲说吃什么可以好，吃什么可以好，可以结果后来害很多人才中毒然后现在又在乱讲说看到鳄鱼就是不要跑直线，要什么什么，你到底在讲什么啦？拜托你们自己美国的节目《流言终结者》都做过实验，遇到鳄鱼，其实鳄鱼对岸上的东西，因为它是伏击生物。所以，除非你刚好吓到它，可能会咬你一口。你如果跑了，它根本不管你怎么跑，它基本上不会追你，因为它陆地不是它的地盘嘛，它是躲在水里头伏击你啊，它追你干什么？它有病啊，因为它豹还是狮子，所以不要老是传递这种莫名其妙的错误观念，然后还自以为自己很博学，这根本就是搞笑。那问题是，他现在我觉得他对这一个曼达尼有点过头了。当然我们都知道川普很不喜欢曼达尼，对，特别是曼达尼就是一个强力的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可是问题是，你直接把人家扣了共产党的帽子也就算，然后还说如果他抗拒，我们要逮捕他。你真的要去逮捕他吗？我觉得他很可能会抗拒哦，他是很可能。这个曼达尼也是个杠子头哦，他不是不可能会做这件事哦。那如果你真的要去逮捕纽约市市长，假设他当选，你真的去逮捕他，哇，那美国不天下大乱才有鬼。真的，海将军怎么看？其实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哈，它为什么叫大？因为它包含的事项太多了哈。第一个是减税哈，那减税它减了什么税？就是减富人税、减有钱人的税、减高薪税。所以大家批评这个法案是劫贫济富哈，它减这个税。另外来讲的话，它还减什么呢？减社会安全网的支出，减这个对外援助。所以我们台湾不要掉以轻心，其实对我们台湾有影响哦。它已经减少对外的援助但是有一个税它没有减到，这是会被人家骂。就是他在竞选的时候，他曾经答应过要减小费税，因为美国你知道很多人是靠小费在生活的，对不对？他在工作的时候大概薪水其实不多，他就是靠收小费嘛。那小费拿多少不知道。那时候川普竞选的时候，我记得他特别提出说，他要减掉这个小费税。但是这次来讲的话，很遗憾他没有减掉小费税。那你减富人的，结果这些靠小费生活人税你没有给减掉，是不是？那再加上你对这些社会安全网真的需要帮助的人，你减少对他们社会安全的照顾，你是不是就是劫贫？那你减富人税是不是就济富？那他的理论是什么呢？他理论是说，这些我减掉这些税以后，他有多的税，他就可以去消费，可以去消费来讲，就可以刺激美国的经济，他愿意去花钱。那个川普的理论是这样，但是我们这个真的是要存疑真的是这些富人他真的把这个钱省下来之后，你没有扣他税，他是不是愿意去花天酒地去吃喝玩乐？这东西值得我们去这个后续来讲有待观察了。
可是有几件事情是他确实是减了税以后他要增加的，就是不外第一个对移民的费用他要增加哈，对于军事来讲他要增加军事的费用，那另外对边境的管理他要增加，比如说其中一项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所谓鳄鱼岛啊，他这个东西为了把移民集中起来，那也很看出来就是川普来讲他是仇恨值是很高的。这次法案来讲的话，虽然说是在这个参议院通过了，但是以1票之差通过。可是大家要知道，在众议院里面，它也是仅有1票之差通过，才送到众议院，才这个送到参议院去。就参议院也是争论了24小时，最后是因为这个范斯下来投下这个关键的1票，才让它通过。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争论确实是很大。可是我个人从里面投票的这些人来看，共和党有好几个跑票。他跑票是干嘛？因为你就扣我穷人税啊！我是穷人州选出来，那如果说这时候我不投反对票，我下次我也当选不了，因为我们那些都家乡里面的这些选民里面很多是穷苦的人。对。那现在你减少对他们社会安全的补助来讲，他也不会支持我，所以他投下反对票。那第二个来讲，赞成的很多是什么心态？我觉得很多是所谓西瓜靠大边的心态哈，是这个跟川普一帮的心态。其实这些众议员是政客了。政客来讲只求短利，他不会看到是长利，他只看到短期之内我在政治上我也获得利益，尤其是他看到当马斯克当年如此这么红，这个世界的首富都被羞辱到这种程度，你说谁还敢这个去？尤其这些政客哪还敢去得罪川普？所以让这次的法案能够这样通过，但是我觉得很明显的美国社会会被撕裂。是川普他真的做了很多事情那他也经常说大话。他说他已经彻底摧毁了伊朗的核计划，可是卫星照来看的话，看起来是没有的包括您看到这张照片就是这是来自于伊朗的核设施的卫星照片可以看到呢，有一条通往设施的临时道路沿线有一些活动，包括卡车都在很积极的动来动去。所以呢，这显示伊朗正在积极的应对美军空袭后的损害，他们可能正在重建等等。所以呢，这个伊朗到底未来在核设施或者核子武器的建设上面到底会怎么发展呢？也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而伊朗现在在自清这个国内到底怎么回事啊？有这么多间谍吗？摩萨尔的间谍已经渗透到他们的方方面面了把很多军官很多核工程师给打掉了。所以呢，他们现在抓到的这些间谍呢，他就让他们游街示众你看到脚镣手铐都来了，而且好多人在围观那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未来这些间谍会被采取很严厉的措施会处决他们。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所谓的代理人战争开打了。胡塞武装组织刚刚其实将军也提到了现在呢，他发射高超音速导弹袭击以色列机场。好，那这件事情呢，当然发生在前天7月1号的晚上，也门的胡塞他们也证实了他们通过像这样子的高超音速导弹攻击了特拉维夫的国际机场那当然以色列现在四面应该都是这个敌人，而另外呢，美国还是挺到底。我们看到美国的驻以色列大使就说，或许美军应该派B-2的轰炸机来攻击也门这一些所谓的胡塞组织。我们看到包括中东的动荡，而在亚洲呢，昨天一则新闻大家也惊呆了，泰国的总理这一位非常年轻的贝东丹突然遭到了停职。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一起政治危机是因为5月下旬的时候，我们看到泰国跟柬埔寨的边境不是因为有一个冲突吗？是主权争议那当时有一名柬埔寨的士兵身亡两国那时候就非常紧张。后来有一个录音档被曝光了，在媒体被大家听到了，就是贝东丹他6月15号跟柬埔寨的前总理洪森通电话言谈间对于泰国军队有所批评，自己国家的军队，然后你批评，然后用叔叔来称呼洪森。当然他很年轻嘛，洪森年纪比他长你用长辈的这个口吻也是 OK。可是我们必须讲对于泰国人来说，这个就是矮化嘛所以这个通话曝光之后，引发军方还有保守派的强烈不满。
而且对于他的忠诚度的质疑声浪就不断的出来，所以他被停职了。那这个录音风暴也重创了泰国政坛，包括你看到政治的联盟也崩解了，因为包括你看到这个贝东丹的政治盟友的背叛成为致命的一击，因为执政联盟第2大党的泰自豪党火速宣布退出联合政府，某种程度他是背负受敌哦。不过，这位年轻的总理也说，他会在法院给予的15天期限之内提供自己完整的说明，还有相关的证据，他要证明自己其实是清白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美中的对峙的这个大的这个背景之下很多人都在看，到底谁比较强谁会低头？那央视对岸的央视最近发布了很多的报道跟影像说是受到外机的骚扰，所以解放军有这个出动了歼20并且先终止了多架歼20的训练任务要求他立即升空执行拦截还有驱离的任务。他没有说这个外机是谁哪一国的这个飞机不过解放军王海大队的飞行员接受访问的时候有说跟这个所谓的外机进入了多轮激烈的空中攻防凭借着战机性能以及作战体系的加持成功逼退了外国军机。那一般的军事评论员还有外界的揣测综合分析是看可能所谓挑衅意愿的国家只有美国他们锁定应该是美国推测被拦截的战机可能是美军的 F-22或是 F-35，而 F-35又更加的可能了，这是一些军事专家的分析。那另外我们看到福特的 CEO 最近有一番谈话，在网络上很多人也在流传，我们来看看。And the first thing we do is we get the last 100 cars that launch there, and we drive as many as we can, and then we pick the 4 or 5 that we love, and then we put them on a plane and fly them to Detroit. Wow. And then we drive the crap out of them, and we take them apart and we put them back together. People don't realize that China has IP that America needs. I think we just need to be more humble as a country that they do things really well that we need to learn. 来，老师。首先，我们觉得这个当然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川普他一口咬定，他就已经把伊朗的所有的核设施都摧毁了。那这样的话，当然美国就不用再出兵了嘛。那以色列也没有理由再去出兵打伊朗了因为核设施都被摧毁了，所以伊朗也没有理由要再反击美国或者反击以色列，那大家都开心了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大家稀里糊涂的过日子也就过去了啦。不过我觉得最近几个动作就怪7月1号，今天是7月2号嘛，昨天呢，那美国的这个外长他们召开了 G7 的外长会议把 G7 的外长都拿在一起开会。开会以后，他们就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联合声明。这个声明是什么呢？就是说要求这个伊朗要恢复跟伊朗的核协议的谈判，然后要求说伊朗你应该要让国际原能委员会再回去，然后我们要重新来启动这个跟伊朗的核谈判。那伊朗既然核设施都被打掉了，你干嘛还跟他谈判呢？然后更诡异的地方，也就是发生在7月1号，这个马克龙打电话给普丁，他们3年没有通电话了，因为从普丁开始打这个乌克兰以来，他们就没有通过电话了。马克龙突然间打电话给普丁，然后2个人谈了一段时间，谈2件事情。谈乌克兰的战争呢是假的了，真正谈的还是有关于伊朗的核武的问题。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就是台面上这个核设施被摧毁了，台面下没有，所以还要再跟伊朗好好谈一谈。所以大家还在想应对的方式，对，都还在解决这问题。是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请教彬哥怎么看？其实现在大家心头都有数啦，伊朗的核设施就算有遭受到损害，也不是非常严重的损害，它应该很快就能够重启炉灶。这也就是大家为什么还想要继续跟伊朗谈，不然的话，
川普不是说已经打了他15年之内都建不起来了吗？那你跟他谈什么？不要谈了，不要理他，10年后再来找他就好了，不就是这样吗？所以这个是摆在眼前的东西。那我之前也就说过了，伊朗也许无力再战，但是他下面这一些胡塞啊、真主党啊、哈马斯啊这些不会闲着。你看胡塞现在就开始，我久就给你来一发，你也很麻烦，你理他也不是，不理他也不是。就是这样，这就很麻烦了。你一个飞弹打过来，航班大乱也就算了，也许没有受到很严重的损害，但是你这种3不5时会出现这样的话，第一个国际游客就不敢来了，然后你自己本身也会遭受到非常多的经济损失。这个对他来讲绝对是很划不来的一件事。然后我觉得这个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也是个天才。要派 B2 去炸胡塞，你知不知道 B2 出发一次的任务都比胡塞组织下面被炸的那些东西贵很多？他到底搞不搞得清楚状况？这根本就是绝对划不来的事。万一你运气不好被他打下一架来，你就丢脸丢到死，对不对？所以这美国绝不会干这种傻事的，真的拜托。损失惨重。对啊，那开什么玩笑？这一架 B2 价值700多亿台币耶，你开什么玩笑？怎么可能去执行这种任务？真的是天才。那贝东丹这个东西，我只能说他就是太年轻了。因为说真的啊，他为什么会去跟他讲？因为塔信家族跟洪森家族本来就很好。对，那他就是有不当的年轻人天真的信任感。国与国之间，政治家族与政治家族之间根本没有什么信任可言。他今天随时都可能为了利益出卖你，不要说是别国的，就算同国的一样照样出卖你啊！怀疑吗？我们台湾内部出卖了多少，对不对？所以这种都跨国不同国，你还叫人家叔叔，那你就现在遇到这种状况，这就是自找的。他可能还想说撒娇啊之类的。我跟你讲，对你可能私底下会这样做，但是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那我必须说，贝东丹大概就是这个内阁就结束了，因为他第一个。他的联盟政治联盟已经瓦解，对，那你要重选的话，他也不可能再重新再选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结束，泰国新的混乱时代要开始。哇塞，也太匆促了。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对啊。好，我们看到对岸的央视主动公布王海大队的讯息，怎么回事？我认为这个讯息由央视来公布，代表说这个是非常正确的一个讯息哈。那王海大队是在哪里？是东部战区的这种歼20战机的飞行大队，是第一个成立歼20第一个飞行大队成立的。那这次来讲的话，如果说不是这个美军的 F-35是5代机的话，它应该东部战区应该不会用歼20上去这个做驱离哈，它因为一定要5代机才能够对抗5代机嘛。那如果说是像以前来讲，我们经常听到 P3反潜机啊，或者是 RC-135，大概用歼16就够了哈。那会用到歼20，代表说是应该是对抗的是美军的5代机，它才会用这种。那地点来讲就很明显。是在东海地区，那东海地区我们台湾是属于东海战区的一个区域。我想说无风不起浪了，那美军为什么会这么大动干戈的用到 F-35来抵近来侦察，不管是来抵近侦察或者是挑衅，那代表这边一定有一些重大的事情必须要 F-35来，那不禁让我们联想到，是不是前一阵子我们经常看到台湾来讲的话，不管是从去年2024联合利剑 A。或联合利剑 B 一直到今年来讲的话，这个海峡雷霆2025A 的演习，那都是解放军大股脑的在这个不管是战机扰台或者是军舰扰台，因为这个时间央视没有讲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合理来推测会不会是在那个时候来讲的话，因为解放军这个大举的在台湾扰台，然后美军就用F-35战机有一点来协助台湾的这种意味。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赖清德总统昨天的团结第4讲，讲的是国防啊。他说，
中国目前称霸西太平洋，它的目标是这样：台湾被并吞了，也不会停止，一直不断的向外扩张，并且他讲中国大陆的军事预算不断的增加，他没有在看台湾是蓝的还是绿的执政每一年都在不断的增加。而就算台湾被并吞了，中国也不会停止，会更大的力量来进行区域性的扩张大概讲的是这样。那另外讲到并吞这件事，有网友在底下也留言说，美国不是说要并吞加拿大，也一样怎么都没说呢？我们再来看看台海之间最近呢这几年必须讲大家还蛮紧张的。为什么紧张呢？包括你看到共机不断的来扰台，还有共舰也在侵扰。就在赖总统才批评中共目标称霸西太平洋的同时我们看到对岸就派出了共机53架次其中穿越我们海峡中线进入北部以及西南空域37架次，还有共舰有8艘所以像这样的讯息，其实会让很多民众觉得很紧绷、很紧张。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我们这边也宣布说对岸的中共将于3号，就是今天，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执行运载火箭发射，会经过我们的 ADIZ 那我们看到即将来到的汉光41号演习规模很大那这个军方也说，如果遇到解放军挑衅的话，国军将会进入立即备战听起来很可怕演习变成备战那会不会真的爆发战争呢？这个是大家担心的嘛，因为讲了这么的可怕。这是来自于我们的国防部作战计划作技室联合作战计划处处长董继兴他说我们的国军以24小时战备兵力因应，如果对岸采取对这个我们的演习或兵力逾越24海里等威胁升级行为国军将立即下达立即备战操演的指令我们的兵力会转入备战状态。你看大家一直侵扰如果进来我们24海里就要备战了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大家说擦枪走火或是一触即发，形容的大概是那样子的光景。而另外呢，我们的汉光极限练兵说是有5阶段的模拟持久战那很多的细节，包括可能一般的民众你我都会有影响。什么影响呢？汉光演习当天我们有一些地方我们要到，比如说你在外面逛街，你要到某一些地方指定的卖场作为避难所的演习。那投机有出国的这些旅客也会受到各种的管制。而另外呢，我们看到过去我们常常讲第一岛链嘛台湾、日本、韩国在7月会做同步的演习。俄罗斯的官媒发声了他点名说赖清德煽动军事狂热。过去我们比较少看到俄罗斯的官媒说话这一次针对我们台湾讲这样的话，也是蛮令人觉得比较惊讶那包括我们看到呢，澳洲的所谓的护卫军刀演习也会在7月13号到8月4号举行所以那个时间点，太平洋上面在7月中旬会有5万名以上的兵力展开动员。那另外呢，我们刚刚讲到俄罗斯的通讯社就点名赖清德，而这个中国的军力和美国的军力谁比较强这是过去几年大家都很多军事专家都在这个讨论的。那现在呢，法国媒体说解放军现在还是没有办法超过美国的美军专家说解放军有弱点，弱点是什么呢？那包括他的武器当然是很厉害，可是解放军内部有贪腐跟清洗问题所以台湾绝对不可以志得意满、固步自封。那当然，军事的评论各种的评估有非常多我们看到这个对岸的解放军不断的在秀肌肉他们发了一支预告片，来自于海军的主要目的是他们的国产航母还有万吨大驱现在要访问香港。所以在画面上您看到的是解放军山东舰以及3艘驱逐舰、护卫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从3号，也就是今天到7号会访问香港。中国海军发放这一部短片那说是一个文化的交流跟参观那他们可能有些香港民众也可以到他停泊的地方来做相关的参观。
而中国大陆当然在空中的这个飞机哦，也是很多人讨论的焦点。歼15DT 哦，部署航母福建舰挑战美国EA-18G 的咆哮者电战机哦，你看到了，包括这是最近曝光的影像哦，显示了我刚刚说的哦，他们在航母上面做第8次的海测，那参与了电磁弹射起飞作业，过去我们也介绍过非常多次。而另外呢，美国在印太的持续抗中哦，这件事情是昭然若揭的哦，是没有疑问的，像是四方会谈。在 DC 哦，我看到美国国务卿 Rubio 协同了澳洲、印度还有日本的这些外长啊，哦，还有包括相关的这个首长哦，来讨论印太的战略哦，同意加强合作开发以及生产关键的矿材哦，同时供应链这些目标要对抗中国大陆的影响力。还有一则消息跟我们媒体也相关哦，因为中国这个包括啦哦，美国不是在缩减他们的联邦政府的预算吗？有一些媒体哦受到了影响，包括自由亚洲电台哦，过去他在香港哦有一些粤语组哦，现在已经停运了，因为没有经费了哦，所以把人员都给解散了。台湾也一样。RFA 哦，在台湾的这个总部，我的了解也是几乎是停摆的一个状态。来，先请教厉正杰将军。第一个，我先告诉大家，我们在汉光演习期间，解放军绝对不会来挑衅。哦，不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要挑衅你的话，我会在你演习的最后一天来玩你。为什么？你部队要不要解编？后备教招要不要回去？还是教招部队继续留下来？啊，这就是考验我们台湾是不是真的有韧性的时候。那我们是讲每个人将心比心。如果你老公现在被教招在里面已经被操了10天，突然在最后一天要继续演绎下去，而且不晓得到哪一天才结束，你想想你是什么心情？所以他不会笨到这个时候来挑衅你。那我昨天很仔细的研究赖清德的国防的论述哈，我觉得这个让我非常的失望。第一个，他练兵的用什么方式练兵呢？叫兵要去学习烤面包跟修车，这叫做什么？这叫做这个何不食肉糜？你以为说所有当兵野战部队里面每一个人都跟某人的小孩在服替代役，有这么闲的时间还可以去学烤面包跟修车吗？我跟你讲，部队战备跟训练都搞不完了，你怎么可能还有时间去学这个？而且当你学这个时候，如果说我要当个面包师傅很好。我20岁就去学了嘛，我干嘛等到退伍我再去学？好，这第一个，我们看他训练，这叫做何不食肉糜。你根本就不知道野战部队的兵平常在训练的时候要花多少时间训练，要执行战备的时候，那任务有多艰巨，你会讲这话哈。第二个来讲哈，我们看到他第二个这个国防的第二个政策就是迎合川普，这个将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 哦，你看欧洲人家都提升到5%了，哈 GDP 的5%，但是你没有讲清楚，欧洲这次北约他们提升到5%，可是他说那是2035年，对，不是现在。说川普早下台了，早下台了。那你现在讲这话就是迎合说，然后他还讲一句话，好，美国这么强大，世界一流的国家，美国很支持我们，卖我们 M1 战车，卖我们 MQ9 这个无人机，卖我们海马式的飞弹。但是我跟各位报告，这个赖清德，你有没有跟我们老百姓讲清楚？这个海马式火箭炮在俄乌战场上已经被俄罗斯的超高音速导弹打趴了，已经打没了，对不对？你要不要讲？那对岸有没有超高音速导弹？我们自己看一下。第二个，你知道 M1 战车，我们最近这个非常雄壮威武的搬过来了嘛？哈，这个买进来了。但是你知道 M1 战车在俄乌战场上，美国总共去了31辆，现在被击毁了26辆。那你赖清德要不要跟我们全民讲清楚？这个26辆已经被击毁了哈。MQ9 哈更了不起，无人机对不对哈？你知道胡塞组织那个拖鞋军哈，在红海上空6天打6架。那你赖清德你要不要跟我们讲清楚？你有几架可以给他打？那再来，这是迎合川普。再来，他讲了一句话，他讲说，我的翻译就是打城镇战了，但他很绕口，他讲了一句话，就一直讲韧性，城镇防卫韧性，全民社会防卫韧性。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国军里面军语词典是我修编的，国军军语词典里面没有韧性这句话。
军事的用语有它的专业，就是每一句话你一定要去解释清楚，什么叫做机动防御，什么叫做阵地防御，那个兵力的部署跟火力的配置都完全不一样，要从上至指挥官，下至每一个干部，他都知道这句用词用句，我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我问一下，你现在创这个名词韧性，我问一下我们参谋总长，你出来解释一下什么叫韧性，然后你再叫一个连长出来，你问他说什么叫韧性。如果他们两个讲法不一样，你这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嘛，对不对？你不能自己去创一些军语，去编一句啊，你这些军语又没有经过统一的这种，不然的话你叫三军总司令，你进来问一下，你说韧性、防卫韧性，兵力要怎么部署，叫做防卫韧性。我跟你讲，3个总司令，这各作战区的指挥官讲法都会不一样，你不就在胡说八道吗？那事实上。我的解读他讲这个全民防卫、社会韧性干什么？就是叫台湾去打这个城镇战那我不否认城镇战来讲的话，确实是在这个城镇里面，借着这个城镇坚固的建筑物可以延缓敌军，但是对民众来讲的话，那是一个地狱的景象。那尤其是说我们台湾民众有没有这个心愿意去打城镇战？大家现在去看一下你说打城镇，你看一下，我们不要讲加沙，我们也不要讲乌克兰，我们就讲说最强大的国家叫以色列，特拉维夫现在被打成什么样？你愿不愿意你家变成这个情形？那会不会这种景观在我们台湾这个重演？那第二个来讲，如果说你这次演习，我们看一下这次汉光41号演习，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国军玩真的还玩假的。从一件事情。这个各位记者朋友可以去看，我们这个战车俄乌战场上面实战的战车，每辆战车上面都装上那个铁笼子，防止无人机的攻击嘛那这次来讲，我们战车还是不是这个样子，大辣辣、赤裸裸的就开出来，雄壮威武。如果说是还是这样战车开出来，那代表说只是作秀。如果你这个实在很务实的做法，我们就看我们的战车有没有做出防止无人机的这种设施跟装备，才代表你演习完真的。是没有错，赖清德的评估了邱正武说，中国大陆是要称霸西太平洋嘛，那就是以夏威夷这条中线分为东西2部分。那他的逻辑的意思很明白的，就是说在西太平洋这个地方，美国打不赢中国，所以中国一定是西太平洋的霸主。然后如果在东太平洋，大陆打不过美国，所以美国是东太平洋的霸主。我们台湾就在西太平洋靠近中国大陆。那你赖清德的意思就是要台湾人去当炮灰。连美国都打不过的大陆，你要台湾人去死啊？那你为什么不把你儿子孙子叫回来？你应该先把你儿子孙子叫回来，然后在台湾正式宣布彻底放弃美国籍，然后要跟台湾共生死、共存亡，然后他的责任区是要守住台北，或者他的他在万方还是有个家嘛万里那栋豪宅是不是要他儿子或是孙子去守那个豪宅？他先跟大家讲清楚。但基本上来讲，就是打不赢嘛。美国都打不赢了，你台湾要去当炮灰，我是绝对不同意的。第二个，他又讲到军费的问题。台湾是2300万人而已，可是我们的国防经费是200亿美元。大陆是14亿人口，它是我们台湾的人口的60倍。那如果按照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大陆在增加军费，理论上讲，大陆的军费应该要1兆2000亿美元。如果按照人口的基数来算的话，那这大家都一样嘛。但问题就是大陆才2-3千亿美元，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中国大陆在国防经费这个部分，它在全世界排名它是算低的如果以人均的国防经费来说，它的支出算低的，它并不是穷兵黩武，穷兵黩武反而是台湾的，因为台湾才2300万人，国防经费拉到200亿美元。全世界头号的穷兵黩武是哪一个国家？是美国。美国才3亿多人口，可是美国的国防经费是8000多亿，然后明年要编到1万亿，而它的人口数大概只是中国大陆的1/4不到，大概1/5左右。大陆的人口是美国的将近5倍，而大陆的国防经费比美国少那么多。那到底谁最穷兵黩武？如果按照赖清德的逻辑来看的话，最穷兵黩武的全世界头号的那就是美国。那在亚太地区的话，那台湾也是一个赖清德跟民进党跟蔡英文，你就把台湾的国防经费从100亿美元增加到200亿美元，你才是真正的穷兵黩武。那搞得我们台湾现在的生活
苦不堪言，然后国防经费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另外，国防部的作战次啊，你确定你在汉光演习的时候你要由训转战？那我的意思是，你的弹药库都打开了吗？你的弹药车都准备好了？你随时要把子弹发到每一个小兵身上，每个小兵身上你打算要配给他多少子弹？每个炮兵你要配给他多少炮弹？你炮弹你发出去，子弹你发出去，看你收回来剩下多少？斌哥，我觉得赖清德的逻辑很奇怪，我不太懂。他说中国大陆要称霸西太平洋，那如果中国大陆的，因为他讲嘛，中国大陆不只要并吞台湾，还要称霸西太平洋，那问题就好办啊，表示他针对的目标是谁？针对的目标是美国，不是台湾啊，不是吗？他的对手是美国啊，那所以应该要叫美国负更大的责任啊。那结果怎么是台湾要负更多的责任？这不是这逻辑是怎么搞的？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那我们再怎么样增加军事预算，能够追得上美国吗？追得上中国大陆吗？你追不上嘛。所以我不知道这样比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中国大陆要不要去进行区域扩张，谁能够阻挡它？那是美国的事啊，是旁边日本大哥哥，是澳洲、美国的副警长，是这些国家要伤脑筋啊。台湾只要管好自己的事都来不及了，你还管到这么大，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那好，现在老共继续在台湾周边演习，最近他直接一辆坦克登陆舰就开到距离基隆大概只有50海里的地方了。那我们最近要举行汉光演习了啊！你说他要进24海里，你就开始出动，那请问一下，你出动是要反击呢，还是要怎样？人家已经来了。人家最近每天在你周边打转了，你在演习的时候，假设万一真的出现，人家就在24海里附近转，请问你是要反击呢，是要驱离呢，还是要怎样？我一直在讲，从裴洛西来台到现在，我一直在讲，台湾要怎么样确保自己的安全，重点是要让两岸之间的态势回到海峡中线。你现在自己退到24海里，然后天天告诉我你要抗中保台，你是唬谁啊？你把国军所有的反应时间全部都压缩掉，然后你在那边演习有什么用？你知道压缩到24海里之内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开战我们就准备在本土被挨打。那请问一下，这个仗怎么打？所以我觉得这到底是什么鬼战略思维？我一点都搞不懂。对台湾来讲，一定要想尽办法恢复到海峡中线嘛，这样才能够比较保障台湾的安全嘛。哪有往后退还会有安全的呢？所以这个政府到底在欺骗什么？我真的搞不太懂。然后现在大家到处都在演习，请问一下，这个发媒接致命缺点，他说中国大陆现在整体实力还是比不过美国，对，没有错，我也承认。可是那个是排坐，大家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摆在牌面，像象棋一样去比。可是如果就只在西太平洋这一块呢，美国真的能够完胜中国大陆吗？我觉得美国自己好像都没有这种把握，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要用那一种把它只是单纯比数量这种方式，我觉得这种是很好笑的。那至于说现在到处在各自集团啊，你在那边演习，我在那边演习，请问一下，那我们台湾呢？谁要跟我们演习？不是说台美关系史上最佳，不是说台日关系史上最佳，那怎么都没有半个人要跟我们一起演习？所以我们还是国教一个吗？这就是你们的外交吗？那请问一下，孤立无援的台湾，到时候谁来救我们？是，对啊，我们看到周遭国家其实都有联合演习，我们台湾没有办法跟别人一起演习哦，看起来也是蛮孤单的。